日本央行是不是要加息了？如果真的加息了，会不会影响美股？会不会影响 A 股？会不会影响到黄金、债券，甚至房地产？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想把日本央行加息这件事儿放到全球资产定价的逻辑当中，帮大家依次看清楚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分3步来讲。第一呢，日本央行加息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？第二，它会不会改变全球的流动性？第三，这件事儿对各大类资产究竟是利好还是利空？首先，日本央行真的会加息吗？先说结论，从市场的角度看，这已经不是一个猜测，而是一个高度的共识了。目前隔夜指数掉期的定价显示，在12月18号到19号的政策会议上，日本央行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接近98%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意味着市场已经不再纠结它会不会加息，而是在为加息之后的世界提前做准备了。为什么这次市场这么确定呢？因为它不是一两个数据好，而是一整套指标同时满足了非制造业景气度维持在高位，企业资本支出持续上修，5年期通胀预期稳定在2%以上的历史高位。所以这次的加息呢，更像是一个制度性的转折点，标志着日本正式告别超宽松的时代。那关键点来了，很多人会发现一个现象啊，日本还没有真正的加息，市场已经开始波动了。这其实一点儿都不奇怪，因为市场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加这一次息，而是日本货币政策的方向被正式确认改变了。日本央行过去10几年里啊，一直是全球最宽松的央行之一，而历史经验告诉人们，只要日本的货币政策开始转向，那全球的流动性往往会出现边际收紧。注意，我说的是边际，而不是断崖式。这句话呢，是为后面我们所有的资产分析做的一个前提条件。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了，日本加息如何影响全球资产？一句话总结就是，日本加息不会立刻抽走全球的流动性，但是它意味着最便宜的钱正在慢慢的变少，主要通过3条路径在传导。第一，日元套利交易开始收缩；第二，全球风险偏好开始下降；第三，资金在不同资产之间会重新定价。那有了这一条主线，我们再来看各大类资产，逻辑就会非常的清楚。首先说美股啊，日本呢长期是全球最重要的低成本资金来源之一，很多资金是借日元，然后投向美股和其他的风险资产。华尔街把这叫做 carry trade 套息交易。那当日本开始加息，哪怕这个幅度不大，也会改变一个前提，就是借日元不再是几乎零成本的事儿了。那这会带来什么结果呢？不是说美股马上要崩，而是美股更难再靠单纯的流动性把估值推得更高了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更可能是美股的估值上方空间受限，而不会是趋势性的崩盘。我们再来看美债啊，确实呢，日本资金是美债的重要买家之一。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，美债真正的定价权呢，在美联储而不在日本央行。所以日本加息呢，对美债更多的是短期的扰动，真正决定美债中长期走势的依然是美国通胀和美联储的政策。那结论也很清楚，日本加息是次要变量，不是主线变量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大家最关心的 A 股了。那我的判断非常明确，日本央行加息不是 A 股系统性下跌的触发因素，原因很简单。A 股本身就不是全球流动性定价的核心战场，但是这件事儿会带来什么呢？它会放大2件事儿，就是板块之间的分化和市场情绪的波动。所以我们将会看到，不是指数大方向的改变，而是强的更稳，弱的更弱。接下来咱们看中国国债，那相对配置价值可能会上升，这是一个很多投资者容易忽略，但是非常重要的点。当日本开始退出了超宽松的政策，中国仍然处在偏宽松稳增长的阶段，那中国国债在全球资产中的相对吸引力反而可能会上升。所以日本加息并不一定利空中债，甚至可能在配置层面呢形成了一个对冲。再来说黄金啊，短期来看，如果市场把日本加息理解为全球流动性略紧，那么黄金确实可能会承压。但是中长期看，我们要看清楚一件事儿，就是真实利率它不是某一家央行的动作，只要全球不确定性存在，那黄金仍然将会是重要的一种对冲资产。所以总结，黄金怕的是真实利率持续上行，而不是单一的某一个央行加息。最后再来说房地产啊，我说结论，日本央行加息对中国房地产几乎没有直接影响。中国房地产的核心变量就是国内利率政策、居民的收入和预期。日本加不加息呢，不是我们的主线。
最后呢，我还要再回到 A 股啊，做一个实用性的总结。因为大家想知道哪些板块更有优势，在全球流动性边际收紧的情况下，那大家与其纠结利好还是利空，不如问一个更好的问题，就是哪些板块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不那么敏感。相对占优的往往是高股息、类债属性的板块，防御性的央国企。内需和政策主导型的板块相对承压的是高估值、强情绪、靠故事支撑的板块。那外资参与度高、波动大的成长股，这是胜率的变化，也不是非黑即白。最后呢，我想说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啊，日本央行加息不是决定我们账户涨跌的关键大事件，但是它在提醒我们一件事儿：全球正在慢慢告别无限宽松的时代。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我们看清资产的逻辑，比猜对一次方向重要的多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呢，欢迎大家点赞收藏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